界限的最后一个部分，然后第11章是下一个第4篇，就是分辨善恶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部分的内容。首先这个等一下我把我的资料带出来。好，首先这个克劳德呢开始谈这个设立界限的一些技巧啊。那设立界限就是定义我是谁啊，要来保护我们内在的成长空间。那在第11章呢，他其实要谈的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个我们现况善恶并存的状态啊，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我们才有可能迈向完美啊。当我们没有界限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自我，我们会要么就是让别人侵犯我们，另外要么就是我们侵犯别人。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就是形同在一个没有恩典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被完美主义给压垮啊。所以这2章的主要告诉我们这2个部分。首先界限的起点就是定义自己是谁啊。首先我们需要第一个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我们需要找别人来协助我们盘点跟定义自己。那前面已经谈到我们的界限包括我们的身体、感觉、态度、行为、思想、能力、选择、欲望还有限制啊。我们到底自己能够做，我们自己可以做这些，也就是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我的身体的界限在哪边啊，有哪些感觉是我喜欢的，哪些是不喜欢的，我的态度行为思想等等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自己去省察自己，然后定义出来自己的一些界限。同时我们也需要别人帮忙，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有盲点，我们需要看看从他人的眼光这个我是谁啊？所以从这样子的方面呢，我自己跟他人的眼光，我们能够更认识自己，也帮助定义自己是谁跟不是谁。当然请他人帮忙，我们需要找有经验的人，我们需要找专业的人啊。我们不能反而去找那些没有界限的人来帮我们定义自己啊，那就很危险啊。没有界限的人呢，往往就是不能够清楚认识自己，所以透过自己的盘点，还有他人跟专业人员的核对，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定义自己是谁，不是谁，认识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跟不想要什么，喜欢做什么，有动力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行为模式，然后形塑出来一个我的身份，什么是我啊？那过去我们常常因为没有界限而不敢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们不能说不，所以清楚认识自己的不同意、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是相当重要的啊。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需要发展一种说不的肌肉啊。就好像前面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知道自己认识自己以后呢，我们还需要透过说不来学习设立界限，而且这要最好是从幼年的时期就开始训练起。我们要允许孩子对父母说不啊，帮助孩子学习说不，其实是培养他自己形塑他自己的个人很重要的一步啊。但是很多父母呢，不允许孩子说不啊，强迫孩子一定要接受这个，接受那一个。实际上应该帮助孩子明白为什么需要接受那一个。那当然也允许孩子不接受啊，给他时间。所以让孩子有能力将来在对
更重要、更困难的时候呢，他能够拒绝，有能力设限。所以你从小不训练他，他以后就不会说啊，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人啊。再来就是呃，选择说不呢，它不是一种叛逆啊，而是学会表达自己内在真实的意愿，反而是一种坦诚，帮助他坦诚，帮助他这个表里合一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停止抱怨别人，也停止扮演自己永远是个受害者啊。没有界限的人呢，或者从小没有学会说不的人呢，他往往就没有办法学会负责任啊，所以他往往就会以为别人在迫害他，别人在不喜欢他，别人强迫他，别人认为他不好啊。事实上，别人有别人的界限，他只是把别人的界限以为是别人呃这个这个对待他不公。啊，所以他成为他，因为他自己没有界限啊，所以停止抱怨他人是需要学习的，放下受害者的心态是需要学习的，因为这两个都是拒绝为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啊，所以他成为一个长不大的人，他没有办法进入社会啊，因为他不懂这个社会的运作的模式啊，所以他觉得格格不入啊。但是实际上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是一种呃不容易的改变，是一个痛苦的改变啊。所以他首先需要学习认清自己是一个成人啊，自己是一个长大的人啊，需要为自己负责，不论任何的选择都是自己在选择啊。一定要认识这一点，都是自己在选择，即使受到别人的强迫而做选择，也仍然是自己同意接受这个强迫而选择的啊。所以克劳德说，如果我们一味的责怪别人，那只是一条死巷子啊，此路不通啊。所以学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连自己选择连自己选择听从别人都是一种选择，就连自己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当我们没有选择的时候，也是一种选择。我们选择不选择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是自己在选择，我们才有能力为自己不喜欢、不愿意的事，有开始学习不的能力。所以，我们负起责任，要去找自己喜欢的和自己愿意做的。当别人一再的批评我，我必须负起责任，要去找他谈一谈，甚至明白了告诉他我自己厌恶的部分啊。所以，只有负起责任，我们才会改变自己的生命。接着呢，我们需要坚持到底啊。我们要学习为自己立界限，为自己负责呢，我们一定会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接受别人对我们指挥，接受别人管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当我要学会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一定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也会面对反对。那些习惯于操纵我们的人，他会觉得我们现在怎么不听话了啊？我们一定会面临他很大的反对，所以我们需要不屈不挠的坚持到底，设定目标，坚韧的完成它啊。所以我们设立界限以后，才能够真正知道是自己给出了些什么东西，我自己奉献了什么。当我知道我自己给出跟奉献之前我能够认出自己的意愿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能够知道我要不要给，我要不要奉献啊。而且当我真的决定我要给，我要奉献的时候，才真的是成为一种奉献，真的是一种自由的给予。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会给的心不甘情不愿，我们会把它怪罪到别人害我，别人要我这样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认清这是我要或我不要。我只有认清我要或我不要，我们才能够有一种真实的品格还有德性。然后呢，我们也要认清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属于我的资产，包括我的身体、我的情绪等等，都是属于我的部分。我需要为我的身体跟情绪设立界限啊，我需要对自己可以接受的批评还有责备的程度设定界限。哪些批评过分了，我可以拒绝；哪些责备，我可以不接受啊。那我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啊。当面对超越自己界限的情绪跟责备的时候呢，自己要负责任的说出来，为什么我要拒绝。而且呢，当持续接受到这种我不愿意接受的批评跟责任的时候，我可以自由的选择离开，我不要再接受这些，我可以离开啊。同样的，我也要对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负起责任。我要选择哪些是我认为有价值的，我愿意去侍奉的对象啊。我也要对我自己拥有的时间、金钱、精力设限啊，不是别人漫无目的的或者漫无边界的跟我要时间、要金钱、要我的能力。所以弄清楚自己对哪一件事情是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哪些人是有价值的啊，这些都是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要决定自己要侍奉什么，不侍奉什么。即使我喜欢累积财富，我也必须为这个喜欢财富而负责啊。所以我不可能对所有期望也都能够达成，所以那些过度的愿望，也我们不能过度愿望，也不能够没有愿望。我必须在这当中保持平衡，我必须学习控制自己，自我控制。再过来，我需要学习接纳别人的本相，照着别人的本相去接纳他和爱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把自己的理想的形象强加给别人，这是特别在父母是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父母常常要学习接纳孩子本来的面貌，不要控制他，不要按照自己的想要强加给孩子。我们很多父母呢，强加孩子要去学音乐，但是他却是喜欢运动啊。我们有些父母想要强加各种不同的课外的活动、课外的学习给孩子，所以我们不可以控制别人，强要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不可以强制别人不可以说不啊。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当对方说不的时候，我依然爱他，我还给他自由。事实上，天主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啊，他爱我们到底，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他爱人类即使当人对他说不的时候，他仍然爱他，给他自由的选择，接受他所为人类设立的救恩的道路。所以他并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接受耶稣，只是他告诉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我们会活得很痛苦。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分离并非不好分离也不是切断一切的关系，分离只是当对象不在的时候，我能够仍然保持一种不在，但是却呃能够相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怎么训练分离呢？我们需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从依赖的那个人身上转移开来。我要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我要找到接纳自己的团体，来创造分离的时间某一些时间我就是不在，某一些时间呢，我就是在其他的团体跟关系上面，反而分离能够增进人的关系
许多婆媳的问题都来自于不能分离，母亲不能与儿子分离，妻子不能与丈夫分离，所以两个婆媳之间呢就相争夺而失去界限啊，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没有界限而造成我们现实当中生活上面的各种纷争。再过来，我们要能够坦然的表达自己啊。有一种迷失，就是我坦诚的表达会惹别人生气，或者是呢，我跟他的关系就会失去啊。这是一种呃不对的应该是扭曲的思想。事实上，只有当自己坦诚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别人调整自己，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要以什么态度跟方式来面对我。所以我们不坦诚，实际上是不让别人有调整的机会。所以当我们能够坦诚自己哪些是自己喜欢的，哪些是不喜欢的，我们给别人机会调整，即使别人暂时没有办法接受，他会生气，暂时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处于紧张，但是我们要学习在这个紧张跟对方生气的时候，我能够坚持忍耐到底，我坚持我的坦诚，我坚持容许别人可以生气，别人可以跟我处于紧张的关系，然后我们才会有机会慢慢发现他人正在或者是必须转变对我们的态度。所以坦诚才会带来真实的亲密关系，否则只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虚假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在一种假关系上面，一种不真诚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只有抱怨，只有这个怨恨啊。最后，我们要向一种扭曲的思想挑战啊！这些扭曲的思想前面谈到很多建筑在我们心中的很多的谎言啊，比方讲我没有自由啦，我不可能改变啦，我是很坏的人啦，啊，没有人会喜欢我啦，啊，天主爱别人不爱我啦，啊，所以这些扭曲的思想阻碍我们获得自由，阻碍我们设立界限。往往思想是最难击溃的堡垒，因为它让我们封闭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不可能改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真理来击溃谎言，让真理来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思想是不符合真理的，是扭曲的。我们需要抛弃一种旧的思维，同样，我们也需要别人帮助我们来辨别我们这些扭曲的思想。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第一个部分的总结。首先，我们需要对自己做一点盘点，定义自己是谁啊，哪些是自己选择的，哪些是自己需要负责的。我们也需要在自己的愿望当中操练自己，也能够自制。同样，我们要对外有能力说不，我们要有设立界限，保护自己的身体、情绪、能力、思想等等的。我们也需要向扭曲的思想挑战，然后我们要能够勇敢的坦诚表达自己，也能够照别人的本相去接纳他，给他自由。我们也需要创造一种分离的机会啊，所以建立界限啊，不只是使我们的自我轮廓越来越清晰，也让别人知道我跟他不一样之处，所以两方都能够活在真实的当中。现在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个部分，就是特别是这个分辨善恶同时存在，一种完美主义必须被打破。首先，这个克劳德跟我们分享一个叫做泰德的一个人，他本来是个这个一帆风顺，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一个人。他高中呢各科成绩都优秀，体育也得到奖学金。大学毕业以后呢，30岁就成了百万富翁，
也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也有2个很完美的小孩，好像他拥有了一切。但是呢，好景不长，他突然碰到一个变故，这一切都失去了。有诉讼，他的名誉也受到损害，所以他一下子失去了地位、名誉、家庭，他没有办法调试，他想要自杀，也得了精神疾病。后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克劳德说，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处理失败，只要他对自己理想中的我发现有威胁的时候，也就是他达不到的时候呢，他就去寻找更多的成就来掩盖这些缺陷。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一点点的不好，他无法面对任何自己生命当中不够好的部分，所以他要寻求更多的好来对抗家庭还有环境当中的不好，用更多的完美对抗那些不完美，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周遭的环境，那是有善有恶的啊，他只要善啊。事实上，克劳德说，我们的自然倾向就是要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是我们很自然的一种倾向，把坏的跟好的完全分开啊。在这里我要举一个耶稣举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麦子跟柚子的比喻啊，柚子就是稗子啊。仆人问主人说：“你不是都撒上了好种子吗？啊，田里怎么会长出不好的呢？啊，不好的柚子呢？”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就像这个仆人啊一样，我们会去质疑天主，为什么我生命当中会有不完美的呢？不好的呢？不善的地方呢？你造我不就应该造一个完美的吗？怎么会造出一个不完美的我呢？我们其实也就像仆人这样子质问主人，说你愿不愿意让我去把所有不好的柚子全部薅出来呢？但是主人却对这个仆人说，容许两样一起长，到麦子成熟的时候，自然好的和坏的就分得开了，除掉柚子的时间也就到了，因为柚子不再能够损伤成长中的麦子。所以我们来向耶稣学这个比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现阶段就是没有达到成全，我们不要把自己、他人和世界分成全然的好跟全然的坏。我们现在就在麦子跟柚子同时存在的时刻，我们必须接受好的和坏的同时存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我们就一定会陷入分裂，我们一定会把责任怪到天主，怪到自己，怪到别人，因为我们不能容许有恶、有弱点、有失败。克劳德就说，它会导致2个基本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否认恶的存在，有时候我们会否认善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全盘的否认自己，我们没有一点点好的地方。或者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骄傲自大啊，认为自己完美无瑕啊。接着下来，我想我要脱离一下这个克劳德的一种分法啊。克劳德只分了理想的我跟真实的我啊，那这是一种心理学的分法啊，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啊。我觉得我介绍一种分法，大家可以自由的再去做选择啊。所以我接下来会打破克劳德的分法，我分成3种我，一种是理想的我，第二种是真实的我，第3种是现实的我。啊，克劳德并没有区分这个现实的我，他把真实的我当作是现实的我啊，所以我认为可以分成这3个。创世纪就已经记载天主创造的世界原本样样都好，啊，样样都好，所以人类和他
和大自然一切都处于美好的关系。世界呢，只有善没有恶。我们曾经都是无罪的人，但是呢，亚当和厄娃他们没有遵守天主给的界限，所以他们犯了罪，破坏了跟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也破坏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和谐，也让自己陷入不完美之中。我们本来是完美的，但是现在却陷入不完美之中。我们没有预备好要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堕落的后果。我们呢，本来应该不会生病的，我们本来应该不会死的，我们应该不会在工作的时候却有荆棘，我们应该工作都是快乐的。我们彼此也本来是不需要戴着面具防卫的，我们也没有人会伤害彼此。但是堕落后的现实的情况，我们却发现人们处处在伤害我们，人会对我们说谎，人会对我们不忠诚，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如此的对待别人。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求这个世界和每一个人应当都是全善的，或者是呢，否定这个世界和他人，认为他们都是全恶的。所以呢，我们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从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解说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原本有一个真实的我，那个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厄娃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一个真实的我。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自己塑造出来理想的我，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现实的我，一个不理想的我啊。好，那这是我的三个的分法。所以真我是什么？真我不是心理学的那种真我，心理学的那个真我是现实的我啊。真我实际上天主造我们的本相，是我们按天主的肖像所造的，那个才是真我，一个没有堕落的样貌。现在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效法他，学习他，达到这一个真我啊。另外还有一个是理想的我，那是一个虚假的我，我虚构一个完美的人，而不承认我的不完美，创造出和面对他人要戴着面具的那种假我啊，这个就是理想的我。另外还有一个是现实的我，是我的现况，我现在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往往呢，我们都忽略了这个现实的我，我们活在一种假我、理想的我的当中，去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所以我们没有面对一个现实当中的我。当我们不能接纳现实的我，我们用理想的假我在面对自己和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断的换朋友、换配偶、换教会、换工作，因为要么他们全都不符合我的理想，要么就是我认为全是恶的，或者是我不接受自己的现实，心里想我达不到别人的期望，所以我就退缩了，我控诉自己，我自己就是坏，我自己就是不好啊。所以呢，当我们不认识耶稣，不愿意跟随他，我们就不认识真实的我，天主的肖像该长什么样子，我们就会自己去塑造一个心里想象的理想的我。这个呢，是源自于我们本来渴望恢复自己原本天主的肖像，所以我们用自己偏狭的眼光来看自己和别人，是我们塑造出来的。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看耶稣，才能够认出真实的我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形塑了一个理想的我以后呢，我就无法面对自己的不理想，我们就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当中的我。因为现实是什么呢？现实的我实际上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而真实的我呢，我又还达不到。所以我们就用虚假的理想的我来包装自己，定罪别人。
所以我们是破碎的，现实情况我们是破碎的，在各方面受伤害。现实的我里面藏着各种伤害的证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伤痕，我们所拥有的痛苦、破碎，还有情绪发展的不足、不成熟，都是现实的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为自己塑造一个理想，就好像一个金牛犊，我们膜拜它。但问题是，这个金牛犊是幻想的，不是真实的，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对自己要求完美，我们就没有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因为现实的世界里面有麦子，有柚子。现实的我不完美，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我们常用理想的完美的我去论断、批评现实的我，以至于我们就不接纳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完美主义者，也就不能接纳别人的不完美，不接受他人的现实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会定罪别人，对别人发怒，甚至控制、辖制别人。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现实的我当作真实的我，也是一种错误，太过于心理学导向了，好像接纳现实的我就是真实自己，我不需要再改变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接纳现实实际上是为了要改变将来的改变，就好像接纳现实当中我有麦子跟柚子同时存在，我接纳这一点，接纳我的现况，是为了盼望将来这个现实的我能够逐渐成长成真实的我。啊，事实上，克劳德在书中所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只不过他现在心理学的用词上面啊，那我无意批评他，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可以再多区分一个现实跟真实之间的区别。好，所以我们接着要看一个部分，就是论断跟接纳啊。我们应该面对现实的我，采取爱跟接纳的态度，才有改变的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接纳不理想的自我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有机会被爱治愈。他们会用无法想象的方式成长。接纳是这个困境的答案，因为它是恩典。让我们再回到那个麦子跟柚子的比喻的当中，接受这个现实的我，就是接纳现实中理想跟不理想同时存在着。接纳麦子跟柚子同时存在，就是主人给的恩典。所以克劳德也指出，保禄也发现自己内里没有良善，但是保禄给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我们可以不定罪自己，就可以承认自己犯的错，与自己和好，不再处于完美的压力的当中，我们就可以全然的给自己时间，在真理当中成长，直到成熟啊。这是什么啊？对对，自己成熟啊。理想跟现实之间应该，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区别应该是恩典、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如此，我们就不会自相纷争了，我们才会跟自己和好啊。如果现实的我被接纳和被爱，我就被鼓励朝向着真我来成长与迈进。这个真我就是效法基督。要求完美呢，就是去塑造一个理想的我，那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虚幻的假我。完美主义的人呢，就往往活在虚假当中，不能接纳自己，也无法接纳别人。
所以理想的我呢，是一种扭曲的我，它从来就不是天主创造的一部分。理想的我呢，建造谎言。有些人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啊，有些人呃，有些人这个认为其他人都要服从我、听我的。人们扭曲的这个理想呢，理想的我呢，有两方面，一个是已经失落的，一个是错误的。失落的是失落完美，错误的是错误的人性。事实上，我们这两个都不真实，也不是现实的。我们需要接纳现实的我，才能够达到改变，直到成为真实的我。所以，这个面对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的差距冲突，有4种解决方法。前3种是注定要失败的，就是否认坏的；第2种是否认好的；第3个是攻击跟论断；第4个是接纳。什么叫否认坏的呢？意思是用理想的我的形象去否认不符合理想的坏的那个部分。有些人会否认情绪，比方讲，父母要求孩子不许哭，就是要孩子否认自己的情绪。有些人否认罪恶感，比方讲自己有情欲、嫉妒、苦毒，否认这些存在，掩盖着不看，以为自己是完美的。耶稣曾经指责法利赛人否认自己的现实情况，他就告诉他们说：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瞎眼的法利赛人，你先因清洁杯的里面，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人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来华丽，里面却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所以理想的我就是用这些华丽的来包装自己，但实际上内里是充满恶。克劳德说，圣经强调我们不要否认自己里面的恶，也不要只看别人的好来否认别人的恶，好像别人都很好，别人没有坏的，只有自己是坏的。第2种情况呢，是否认好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生活在恶当中，浑然不知，否认一切要求我们行善、做出改变的那些好的部分。我们硬着心去行恶，很多时候别人规劝我们，我们两手一摊说，那要怎样啊？一副就是你说你的，我就是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这就是否认好的啊，不接受好的啊，这也会发生在否认他人一切好的部分，只看他人的缺点啊。第3个就是攻击跟论断，这是人们通常处理恶的做法，有时反映在论断自己，觉得自己很笨，自己没有用，自己很坏。养成这种习惯的人呢，会对自己说狠毒的话，发咒誓诅咒自己，定罪自己，攻击自己。事实上，它是一种补偿心态，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既然我都这么坏了，我就诅咒自己，好让自己可以得到一点补偿。反正我就是这样啊。这是一种严重扭曲天主的创造，因为我们都是按天主的创造，爱而创造的，扭曲天主的美善。克劳德说：对恶事忧伤，就能够悔改，这是属神的忧伤。攻击和定罪是属世的方法。我们来看犹达斯跟伯多禄，这2个人都背叛耶稣，但是犹达斯定罪自己，所以就自杀了。伯多禄呢，他是深切的痛悔，领受耶稣慈爱的眼神，他把泪水转变为悔改，而得到医治。最后一点是接纳，接纳是同时接受好的，也接受坏的，这同时是恩典跟真理。
天主给我们恩典，接纳自己中的幼子，但是他也给我们真理，让自己中的麦子可以成长茁壮。所以在选择的当中，我们不要去否定现实的坏，而是接受他们，接纳他们，也不定罪幻想中的理想的我，而是肯定现实中自己的好的一面，同时注目看耶稣，那真实的我，天主的肖像，我们要注视它，我们才能够对自己和他人彼此相待，以良善、仁慈互相宽恕，就好像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接纳罪人，恨恶罪恶。克劳德指出，我们要记得堕落的本质，我们生来就不会处理善恶要同时存在的问题啊。我们生来就不懂得恩典，我们必须让恩典在我们里面生根，使我们能够接受坏的，同时又不拒绝彼此的关系。克劳德又说，我们生来被邀请要进入一种关系的当中，在关系中，我们就会产生爱跟宽恕。圣经的原则是我们爱，我们宽恕，因为我们被爱，我们被宽恕。作者指出一个耶稣的一个故事，他在法利赛人西满家做客，有一个罪妇来到，西满就心里想，耶稣如果是一个先知，一定知道这个妇女是什么样的人，一定知道她是个罪人。后来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分别欠了主人500块跟50块，但是他们都无力偿还，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都赦免了他们。耶稣就问西满，这两个人哪一个会更爱主人呢？西满回答说，是那个多得恩赦的。的确，我们生来就不会宽恕别人，除非我们先经历到宽恕。我们不懂得该宽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必须先经历恩典。我们经历恩典多深，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施予恩典。我们是在这个好坏同时存在的世界中，学习爱与宽恕、恩典跟真理。如果没有足够的宽恕，善跟恶就不能同时存在。所以耶稣曾经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天父都承认接受现况有恶人跟善人，义人跟不义的人同时存在，他已经给我们一条慈悲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对自己、对别人。所以，无法容忍善恶并存的完美主义呢，会把满足自己啊，会把满足自己的人看为全善，把有缺点的人看成全恶。他不能宽恕任何一点错误。这样的人塑造出一种理想的我，一种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我，脆弱的我。所以父母需要学习接受孩子的失败，就像天主接纳我们一样，也需要在孩子的面前承认自己失败，这样孩子才能够真实的学会接纳现实中的不完美。如果我们硬要表现给孩子，我们没有一点错，连自己犯错也不承认，我们其实就是要告诉孩子，不接纳不完美啊。所以，许多孩子在成长以后，他会变成完美主义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伊甸园的关系当中，天主同时给我们恩典跟真理，给我们爱跟界限。他爱我们，供给人一切的需要，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呢，他也给我们立下清楚的界限，
那是人和天主之间的界限。他说，只有园中央那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时候必定要死。所以人逾越了界限，想要像天主一样，必定会走向死亡。我们要学习接纳罪人，但是要拒绝罪恶。不定罪，意思就是接纳人会犯罪的现实，但是不定罪并不是接受罪而不悔改。耶稣接纳一个犯奸淫的罪妇，但他不定罪他，只告诉他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接纳罪人，但拒绝罪恶。所以有些父母呢，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对他们说：“你是个坏小孩，你怎么这么坏？”父母定罪孩子，让孩子对自己扭曲，以为自己不好，很坏。但真正的问题是孩子的坏行为，父母反倒没有谴责坏行为，而是谴责孩子这个人。父母应该告诉孩子，你的这个行为是坏的，但是你是我爱的孩子，我希望你改掉这个坏行为。所以我们有时候教错小孩，我们说你很坏，你是坏小孩，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坏小孩，他是有坏的行为，我们却没有把坏行为告诉孩子，所以孩子只听到我很坏啊，还没有听到行为很坏。我们需要接纳罪人，恨恶罪恶，这是我们同时处在善跟恶的现实当中。我们是罪人，我们犯了罪，但我们要弃绝罪恶，让耶稣拯救我们，恢复我们真正的天主肖像，那才是真实的我啊！所以最后，学习设限，让我们能够找回自我真实的轮廓，放弃定罪，让恩典来抚平现实破碎的伤痕。所以我们要放下那个虚幻自己塑造的理想的自我，看耶稣，我们才能够认识真实的自我该是如何。所以我们要接受、接纳充满麦子跟柚子的现实的我，在真理的界限跟无条件的恩典中，让天主医治我们，恢复我们那个真实而美丽的肖像。好，所以呃，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回到呃，我们可以这个来有一些分享啊。好，各位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地方？请说，踊跃的分享哈。有没有？潘老师好，哎，你好，小琪，你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个可以请那个潘老师把那个投影片，放到那个伊甸园那棵树之善恶树那一张，伊甸园呢？就是界限那棵树，等一下哈，好像是倒数第二章还第三章那边。这个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这啊，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讲的真好，是就是那个他说那个知善恶树，天主说只有中央这一棵树的果子不可吃，那这个是一个界限，就保护人不走向毁灭，所以天主也是有在教导我们划界限这件事情。那因为我最近参加门徒班，然后
门徒班的第2课是关于创造这件事情，就是创世纪这件事情。那创世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棵知善恶树的这个跟那个生命树嘛，生命树当然是一定会有，但是就是天主告诫亚当、厄娃说不能吃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那思高圣经的注释里面就有提到说，那个知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就是知善恶树，它本身是一个考验的工具，就是天主考验人的工具。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知善恶是什么意思。然后思高圣经里面的注释是这样写，他说这个知善恶的意思是，人一旦违反天主的禁令，就会立刻感受到真正的善是什么，还有真正的恶是多么的凶恶，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思高圣经的注释是这样写，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今天在读这个，就是刚刚谭老师在解说这本克劳德这本书的时候，就谈到这个界限，然后我就想说，诶，真的有这个味道在，所以就是天主在教导我们划界限，然后也是在保护我们不要走向毁灭。所以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实不一定只是一个考验而已，它可能有更深的含义，就是教导我们要远离，就像天主经所讲的，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界限。对，然后就是今天我比较有触动的地方是在这里。好，感谢。好，谢谢小琪的分享，很棒哈，就是跟我们做了这些他自己的体会啊，然后他的分享哈，很棒，谢谢你。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分享的？可以看一下那个四格的那个什么败坏那个页面吗？这个吗？对对对对对，呃，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刚好在查经的时候就在讲，就是说，我们就很不容易接纳说，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会很自卑，然后没办法接受自己的一些错，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常常就是会内耗自己，然后在睡觉的时候都一直在翻滚来翻滚去，然后都一直觉得自己这里怎么这里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说，会常常都会拿着刀子一直戳自己这样，然后拿剑戳自己这样。是，对，我就觉得说，今天讲到这个接纳的部分，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还要走上治愈的路，就是要接纳。对，然后要接纳自己的失败，然后就是学习不要论断，除了不论断自己，也不要去论断他人。嗯嗯，很棒，谢谢您哈，谢谢您要再提出来这一张图哈。好，那个碧辉姐，请说。我先对今天的课做一点反应了。我觉得今天真的至少教导我，像怎么样坦白的表达自己，还有说，等等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蛮重要的一点，也是至少我觉得也是要学习怎么样表达。其实很多时候造成误会的话，是表达的不够清楚。
那还有不要去误会别人、指责别人、判断别人等等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还要学习的，也是去聆听别人提出来的那些事情，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就像上次我举的实际的例子，我没有任何判断某个人，但是我只是讲出来，那我就发现是不是可能我的表达应该再清楚一点，这是我觉得需要再表达，如何学习如何表达，也学习聆听。我之前也分享过，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一段相当长的时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后来有一个神父真的帮我太多了，他就毫不客气的，因为很熟的人就跟我说，你活在完美主义里面，你把你自己塑造成完美主义，那个真的让我醒过来了。而且我真的看到完美主义是非常可怕的东西，绝对不要进入。如果发现自己过于龟毛，对自己对别人苛刻，要求太多，过于，我讲的是过于，可能是真的要反省，千万不能走入那个完美主义。那后来，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就是刚刚梁晨老师你说创造分离的机会，我没有很清楚，这个指的是说创造一种界限吗？还是什么？应该是说有些人他离不开那个，比方讲很多家暴的人他离不开那个施暴者因为他有一种没有办法分离，没有学会一种分离，所以他需要创造这种机会，所以他需要有支持的团体能够让他能够离开那个现况，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他离开了那个施暴的关系，但是他却没有一个支持他相连的机会，这在前面的章节大概有提到，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支持团体然后让他觉得让他能够从这个支持团体跟原来的分离之后，他需要创造那个分离的机会，才能够在这个支持团体当中学会设立界限，这样子。所以是，所以还是他也需要一个团体的帮忙。对，那个团体等于算是他的一个恩典的来源那因为很多情况是，就是越是被别人侵犯的人呢，越是依赖那个人，这是很吊诡的事情离不开他觉得离开了我会伤害他，离开了我会对不起他，常常有这种现象那可是这个团体本身也应该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对，他要选择对。因所以他为如果这个团体本身又伤害他，那就糟糕了二次伤害我的。对，所以他必须选择一个至少会是一个健康的团体。对，不会批判他，不会定罪他，对。而且这个团体必须是一个保密的。对，没错。对，好，谢谢好，宜昌，请说。那个老师你好，我这边有2点可以分享的就是其实也接续了昨天有稍微跟老师您聊一下，就是今天所提到的那个面对好与坏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当然在原生家庭上面的话，就是从小就是的确是活在就是一直因为在家里就一直受到批判嘛，然后到学校也受到批判，那个时候是属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那不自觉的也会养成了一些习惯。可是本来这些看起来像是磨难的，好像我也期待说就是可以，帮助我，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抗压性啊，然后一些经验会比较多。事实上没有，因为到了读研究所，到了出社会之后，就是我将面对一个我就是包含最近的状况，就是我面对一个更困难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常常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不见得说就是我这样子做就一定是错，或者是一定对，然后或者是好，或者是坏。那即便我做的再好，那个有时候像昨天所提到的，就是我跟医生之间，我们之间的立场，彼此立场站的立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然后或者是为了要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好像在打一个心理战术嘛。我有时候我对这方面是比较吃亏的，因为我常常在社会上的话，我不擅长就是读懂，日文叫读懂空气啊，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读懂人家的话中话，可能话中话里面又有很多话那种的，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内耗啊，对啊。那这个显然这个议题就是随着年纪开始啊，它那个难度有逐渐增加的那个趋势，这对我来说非常伤脑筋了。我想说，经历过一次、两次、几次就好了，结果那个难度一直在提升，那就被迫要成长跟学习。我觉得不论断别人，我可以自己练习，但是我在被别人同时也被别人论断的过程中。有时候不小心自己那个气，就是吞不下去，也没办法释放的时候，我不自觉也会去对人家这样子做。嗯对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关于那个家暴者的那个我本身也是就是经历过来的。那我也常常在想说，就是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或者是又复制就是我爸爸的那一套？那其实我在过程中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做的最好，那可是无论做的再好，那还是总是会有批判的声音下来，无论是真的是在现实中，刚刚我所讲的那些人立场真的不同的时候，对我的批判，不管是真心的，然后还是说他真的要给我意见，那还是有其他用途。有时候这种太多的可能性，这时候我觉得信仰就很有用的，这个就是交托给天主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这样子。啊，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好，谢谢一章哈。那么，用自己的例子来分享哈。那当然就是说，你一定也可以从这个书上去理解，就是说，你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哈，所以你才会从小受到这种要求啊，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啊，或是不管怎么做都得不到这个父亲的肯定啊，然后可能做一点错事就变成全然的坏啊，那所以完美主义的这个可怕也就在这里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是这个完美主义，所以你没有机会从小就慢慢学习进入到团体当中或者社会当中，呃，这是另外一面的结果哈。那当然你现在是父亲生病了哈，那你我也看到你就是你从信仰当中得到很多的力量，特别呃能够体会到这个就是接受父亲的这种需要帮助的
情况哈。那我想这爱也是从天主来的啊，然后你开始学习从教会的团体当中得到支持啊，那也可以发现世界的情况就是现实的世界，每一个处处都有界限，处处都有壁垒啊。那我们可以说这是形成每一个人社会经验的必要的一环啊。所以这个过程不见得不好啊，那也虽然是不容易啊，要开始成为一个成人，真正的成人，然后必须所有的事情不再是在那个完美主义的人的下头，你变得是你独自的就是那个盖住的那个突然一下子被揭开了，你得自己面对所有的事情，这的确是困难的啊。但是我相信天主会给你恩宠啊，就是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要学习坚忍到底，接纳这种好像没有确定答案，接纳这种处于好跟不好之间啊，这需要忍耐跟坚持啊，然后继续走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更成熟、更能够通过黑暗的那个境地啊。我相信那个光明就在前面了哈，所以不要灰心啊，也不要接受别人对你的评价啊，没有人可以评价你啊，所以也不要把别人的评价套在自己的身上。那学习接纳自己，爱自己啊，这是恢复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必要的过程，这样子。哎，好，谢谢你，谢谢。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没有人要分享？谭老师，不好意思，请说。就是刚刚有一位朋友发言，然后是说到那个就是类似有关过度依赖，或者是有那种就比方说家暴受害者，然后被隔离，就他要有一个分离嘛，那分离以后还需要另外一个团体的支撑，那这个团体必须是健康的。那问题就来了，就是家暴受害者他本身可能没有能力，或者是说，不管是选择或者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健康团体，比方说，戒酒会，如果没有辅导员的话，他们会不会就是又陷入一种比较恶性循环的状态？这样子，那如果有辅导员的话，辅导员自己会不会面临一种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他自己也需要常常的去有健康的团体支撑，不然他一直在戒酒会这样子的一个团体里面，会不会长期下来有一种压力存在？这样子，就是作为支撑别人的这个辅导员，他本身怎样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团体去支撑他自己，我觉得一直都是一个蛮让我思考的地方。就是我们教会，我们不可能每一次一个小组，就是像基督教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小组长之类的，那可是小组长，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小组长是一直都是健康的？因为他自己也有生活的压力，然后就是某一个牧区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小组，也会有来来去去，或者是说不同的压力产生。那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教会中的每一个团体都是健康的？就是每个人面临的生活压力可能来源不一样，然后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就是我们都是受伤的人，不然我们不会需要耶稣。那问题就是受伤的人怎么带领受伤的人的意志？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谢谢老师。好，谢谢小琪提出来。我想，因为你提到的是一个教会的团体啊，那这个小团体的带领者，我想我们有一个原则要把握，也就是真正的医生只有耶稣。我的意思说，信仰团体里头，真正的医生只有耶稣啊。所以，作为一个小团体的带领者啊，除非你相当有把握，也相当有经验，否则的话，我们不去尽量在小团体当中不去，实际上的去告诉别人说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这句话你应该这样讲，不要那样讲，啊，这件事情你应该找谁来处理啊。我们在现在小团体原则上不去做这件事情啊，而是聆听啊，聆听，然后我们的回馈只限于表达一种同理，表达理解别人的想法，接纳别人的感受，让别人的情绪有出口点啊，然后呢，从这个团体当中分享的福音的当中，分享的信仰的当中，由圣神去启发个别的人啊，所以真正的带领者，小团体的带领者一定要知道，真正的带领者是圣神，要把这个权力权柄，交托给圣神，让他来自由的工作啊。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哎，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要相信圣神是掌管这个小团体的时间，这1个小时就是他在管理。所以我们在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以祈祷的心去聆听，专注的聆听，接纳，让他的分享被接住。然后托付给圣神，所以在最后团体的祈祷当中，一定把每一个人提出来需要，不管是困难，不管是哀伤，能够在最后的祈祷当中能够带出来，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为他的需要来祈祷。这个如果真的这样做，这个小团体就一定会成长，我跟各位保证，一定会成长。它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团体。我们团体会没有办法成长，往往都会在这个小团体的带领者就是过度的干预啊，使得这个圣神没有办法自由的工作啊。我个人是这样子的看法啊。那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小团体的带领者成为一个能够是辅导人的辅导者啊。小团体的带领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小团体的带领者应该是普遍的都能够被培训，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聆听者，然后很好的跟圣神配合的人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的信仰团体就能够成长增长。这是我的看法，这样给你参考。对，谢谢谭老师回应我这么真诚又仔细的，谢谢。那我可以进一步再提一点问题吗？因为我自己也有参与过一些读经班，然后自己现在也在带一个小组，然后就是变成说，因为天主教比较没有小组的运行。所以不像基督教那样子，就是会有自由分享的这个环节，这个状态。然后他们比较习惯，就是我发现我目前自己带的小组的组员，他们比较习惯听我解释经文，而不是自己就是挑出经文，然后来做生活分享，然后做一个祈祷。这是基督教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可是天主教好像就没有比较没有基信团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这样子就是
就算是神父带、修女带，大家也不太习惯做生活分享这样子，就是好像有一个权威感在那里，所以大家变得比较拘束一点，比较内敛一点，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个态势。然后另外就是我自己小组目前的状态，就是我一直在帮助他们读懂经文，但是他们却没有分享出来，就是没有把经文内化到生活里面，然后反省出来做生活分享这个动作。所以我在想到底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扭转这样子。对，以上谢谢老师。好，谢谢哈。我想那个亨心兄，你很有经验，要不要跟他们分享一下？亨心兄在吗？有，我开啊，我打开。确实哈，刚刚这位所谈的哦，确实，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天主教会大部分教的情形是这样，要我们来根据经文来做生活见证，的确是，比较生疏，只会习惯性上的来听讲解。听讲到那要这么做根据我们这1年多来的情形我们堂里面的情形，我们把这个小组组织起来之后，各小组我们就要他们一定要遵照福音分享的7步骤来做，而不是解经不是解经，是要分享，是要做生活见证这1年多来我们感觉到是有进步大家开始会怎么样子来分享怎么样子根据这个福音根据经文，然后来在我们生活上的那些感触分享出来。经过这1年多来，这个需要训练就是要训练，没有办法说一套办法出来以后马上立竿见影，而是要经常的不停的，我们每个礼拜的这样子是在训练，然后当然这些小组长还有这些还有我们神社的指导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没有这样子在做，我们教会的习惯都是在听都是在听要真正要讲，那真的是一开始真的是蛮困难的。那现在我们把它分成这个小组，一个组只有6、7个、7、8个、10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敢就慢慢的就可以讲了这样子。好，谢谢。好，谢谢亨心兄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把时间交给荣凯。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那非常的丰富。在最后一章里面的投影片里面就提到学习设限让我们找回真实的轮廓放弃定罪，让恩典抚平现实破碎的伤痕我们常常可能因为界限的关系常常容易受到伤害这个部分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学习，慢慢的去从圣经的教导或者书本的教导里面，我们慢慢去做我刚才提到，我觉得梁晨刚才提到那个指正小孩子的坏行为不要去否定他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纠正这个行为不对，可是他不是因为这个行为变成一个坏的小孩。那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应该也是这样子在指正别人的时候呢，不要去否定这个人这个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在最后呢，我想借着一首圣十字若望的黑夜啊，这一首来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会后的祈祷啊，给我们现代人启示是说，当我们感到生命陷入孤独、迷惘或努力得不到回馈的时候呢，圣十字若望提醒我们在生命的尽头，我们将根据爱来受审。所有的黑夜都是天主为了锻炼我们，以更纯粹的爱与它结合，在那里投入爱，你终将在永恒中获得爱。烧着爱的焦灼，幸运的际遇，我离家而去，无人察觉，万物依然安息，黑暗中安稳无惧。越过那秘密的阶梯，幸运的际遇，在夜里我因你自己，在那幸福的夜里，秘密的没有人看见我。像任何事物没有别的光，只有心中燃烧的那火，这光引领着我，比正午的阳光更清晰，带我走向我所等候的。胸膛只为他保留，他在哪里安睡，我轻抚着他。雪松的微风送来清凉，城西上吹来微风，当我拨动他的发绫，他以温柔平静的手轻触我的颈项，使我所有感官全知。爱路的黑夜，
惜我也全然放下，将我的忧虑好在百合花丛中，完全忘记。Al atardecer de la vida, nos examinarán en el amor. 请问一下，恒星这一首诗歌是叫《黑夜》吗？我刚刚去 YouTube 找不到。我再把连结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晚安。好，大家晚安，谢谢荣凯，谢谢大家的分享，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晚安，谢谢荣大家的凯分享，晚安，平安。晚安，天主保佑。晚安，平安，拜拜。晚安，平安，拜拜。